气，其实好多人都这么说。主席您别生气，其实好多人都这么说。银桥，一个国家是有尊严的，这个尊严比生命更重要。人家要压我们，我们就要站起来，顶住压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现在苏联人也想压我们，我们就应该站起来，跟他们顶一顶。李觉少将，西藏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他在京疗养期间，因为陈赓的一句话而留了下来。陈赓说：“老李，好好疗养，过几天部队准备欢送你。”李觉怎么也想不到，让他脱下军装是来搞原子弹。李觉老弟，老宋啊，早来了。你的一声令下，我哪敢不早来呢？哎呦，是陈赓同志点你的名，我只是推荐了一下。你的任命啊，是中央高层决定的，把你从西藏军区调过来，是让你搞原子弹的。原子弹？这次总理找你来啊，就是谈这件事。老宋大哥，你可是了解我，让我搞原子弹，我可是个门外汉呢。要是我自己形容我自己，那就是一无所知，一无所有啊。我跟你一样，三机部成立的时候啊，总理调我来，我说了一句话：白手起家，从零开始。说得好，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我们搞核武器，就要有这样的胸襟。总理，李觉同志，以后脱了军装，这个军礼就不用了。我是想给总理再尽一个军礼，我要以一个军人的方式来接受新的任务。好，坐，坐。即使脱了军装，你们还是军人嘛。搞核武器事业不同于一般的科研，它是一场大战役。所以中央把你们这些将军们调来，思想上不会想不通吧？总理，我当兵的时候是扔手榴弹开始的，后来我们有了飞机、大炮，可是导弹这东西从来没敢想。现在这个梦想离我们这么近，我不会轻易放弃的。我们刚把三机部改为二机部，为加强核武器研制的组织领导，在二机部设立负责这方面工作的9局。李觉同志，中央决定任命你为9局的局长。是。坐。你到任以后，先了解一下情况。现在就你和另外2个同志，差不多是光杆司令了。办公地点也得你们自己找，困难会不少啊。总理放心，我记着宋仁琼同志的话呢，白手起家，从零做起。宋仁琼同志，今年是原子弹上马的关键1年，你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发现培养人才。请总理放心，人才我到中科院找张金夫同志去要。中央有个精神，凡是涉及到原子弹研制的人才，你们提出来，全国各单位都要全力的支持。有总理这句话，我们的腰杆子就硬了。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你们对谁都不能讲。邓颖超同志是中央委员，原子弹导弹的事我也从来不跟他讲。我再强调一下这项纪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是总理。金夫同志啊，我今天来啊，主要是跟你们科学院走亲戚攀亲家啊。老弟啊，这门亲事你可一定要认呐。宋大哥，你我以前就在一起工作，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来，坐。中央决定要搞原子弹，这么重大的事情，你老弟一定要帮忙啊。我们还需要其他部门的支持，但主要是你的科学院。研制原子弹是中央布置的任务，科学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咱们一家人呐，以后别说两家话了。搞原子弹，首要的是人才，要的是科研队伍。这没问题啊。首先，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如果我们科学院其他研究所凡是能承担研究任务的，我们无条件的承担。好。其次，老哥哥，我知道你那里如果要是缺骨干的话，我这儿马上给你调人。好，那你先说说，你这里都有哪些宝贝？老哥哥，我这儿宝贝可多了。比如说邓稼先吧，他是学核物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现在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负责学部的日常工作。钱三强同志就很看重他呀，是他的得力助手。邓稼先同志虽然年轻，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能挑重担的人才。老哥哥，你如果需要的话，我马上把人交给你。邓稼先，好啊。1958年的邓稼先已是2个孩子的父亲。每逢周末，他都要带孩子来父母居住的北大朗润园玩。回国8年的岁月，他大孩子般的乐天性格一点都没变。都当爸爸了，还是个大孩子。我就喜欢稼先的孩子气。他秉性纯良，朴实，快乐。再来，纤尘不染呐。好，乖，给你啊。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你这个老丈人也这样。稼先呐，会有大成就的。他少年时经历战乱，年轻时出国留学，最难能可贵的不是他年纪轻轻获得博士学位，就是他这个童心。好，我们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这就是赤子之心呐。知稼先者，是你德恒老兄啊。50年，他刚从美国回来，给我们老两口啊，带了几双尼龙袜子。那我就问他了，你还带回来什么呢？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还带回来一脑袋原子能知识。这就对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大力发展原子能。哎呀，稼先他可有了用武之地了。三强，喝点咖啡。好，搁这儿。连我也不准看，整天搞你的秘密。泽慧啊，这不是我的秘密，是组织的秘密。我也是搞原子能的，有些事我还可以给你参谋参谋嘛。泽慧啊，我说了你别生气啊。这次你不在核武器研制人员的名单里，我对此什么都不能说。好吧，我留在研究所继续搞研究，你带着你的那班人马向原子弹进军。我们夫妻间啊，不谈论你的工作。谢谢，泽慧啊，谢谢你的理解。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里面啊也有你的功劳。起码你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元老，没有这个研究所，就没有现在的这批人，这个事业。你是书生出身，三强，我太了解你了，书生气十足。现在当了部领导，角色变了，担子也更重啊。这个我不怕。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主席和中央就在西柏坡关注着原子能的研究。这件事情对我的震撼很大呀。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愿意全身心的扑上去，在所不惜。三强啊，喝茶。好。三强同志，
我们3级部改为2级部，又成立了专门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9局。接下来啊，准备成立核武器研究所，这样呢，形成一个专门的人才队伍。宋部长，中央决心这么大，我们要快马加鞭才是。是啊，三强，你是专家，又是原子能研究的组织者，我们要发展核武器，现在关键就是缺少核物理研究人才。我今天找你来，是请你推荐人才，把这些人才集中在一起，先攻下原子弹。宋部长，我拟定了一个名单，您看看。好，王淦昌、陈开甲、邓稼先，好。宋部长，您知道他？我去找张晋夫同志，请他支援，他第一个提出的就是邓稼先。是啊，是啊，这个邓稼先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他在美国的时候获得博士学位，才26岁。哎呀，长着一张娃娃脸，纯真憨厚，大家都叫他娃娃博士。他不光专业好，人品也很不错。我认为他今后将是一个领军人物。好，那就这么定了啊！那个王淦昌目前在苏联搞研究，彭桓武在坨里原子能反应堆工作，其他几个人一时也脱不开身，咱们等需要的时候再调。我的意见，让邓稼先组织一支年轻的队伍，先干起来。行，白手起家，从零开始。那邓稼先就算是我们的原子弹研制的先遣队吧。好啊，好啊，三强啊，你现在就去找他谈。宋部长真是军人出身，雷厉风行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个军人吗？看我这身打扮，像个商人。我们搞核武器的，在外人看来很神秘。宋部长，你这变身法又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哦，对了，三强，总理一再强调，核武器研制要绝对保密。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无论是领导还是科技人员，一定必须要做到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1958年夏天的这个平常的日子，邓稼先奔向钱三强的办公室，仿佛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这情景就像8年前他在美国普渡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就急匆匆奔去告诉杨振宁他要回国。命运在他的奔跑中改变着，而这一次改变得更加彻底，是他36岁以后的全部人生。钱部长，你找我有事啊？小邓啊，我们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决定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大炮仗？对，大炮仗，国家的大炮仗。部长，我能行吗？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哎，小邓啊，你的工作十分重要而光荣，这是组织的决定啊。那我的任务是什么？这样，你先到北京的几所高校去挑人，我们需要大批的优秀毕业生。另外，组织翻译从莫斯科运来的资料。保证完成任务。很好，这件事情我也相信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部长，我回国以后就一直在你手下工作，已经8年了，你是最了解我的。小邓啊，你还年轻，有困难要多想一点。这个工作绝对是要保密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我保证做到。第二，从今以后，你邓稼先的名字就在公开的场合消失了，隐姓埋名，可能要几年，也可能是要一辈子。
小邓啊，你是非常出色的核物理学家，但是你不能搞个人的研究，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出席国内外公开的研讨会。一句话，你将进入一个秘密历程。这个历程只有你自己知道。是啊，几乎是牺牲个人的所有东西，名声、荣誉，因同行瞩目的成就，包括与妻儿的团聚、家庭的天伦之乐，甚至生命。邓稼先同志，你愿意吗？我愿意。那，喝吧。不喝了。你不是天天都喝点的吗？怎么回事？不舒服啊？没事。没事啊。你这个学医的也别太敏感了，我只是不想喝罢了。奇怪啊，邓老哈把酒给戒了。嘻嘻，爸爸是大老哈。去，快吃。稼先，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我知道你有事儿，整个晚上心不在焉、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夫妻之间可是从来没有秘密的，什么事儿那么难说呀？邓老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闷了呀？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儿？不能说。干什么工作呢？不能说。那你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写封信，告诉我你的回信地址，这总可以了吧？大概这也不行。这个也不行？你要去多长时间啊？哎呀，你别再问了。西西，今后我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家里就全靠你了。稼先，到底怎么回事啊？组织上决定让我去做一件事情。是组织上决定的？西西，要是我把这件事情给做成了，我这一辈子就会过得非常有意义。为了做好这件事情，就算搭上我的命，我也值啊。
嘉欣，我懂了，凡是你想做的事，我都支持你。一向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在离开妻儿去做那件他认为献出生命也值得的事业之前，特意带着全家去拍了张全家福。这是这个乐天而刚强的男人给他所爱的亲人的一个交代。这张我带上。好。西西啊，以后苦了你了。上有老下有小，你还有自己的事业。我没事儿，你就放心的去吧。有我在，家里的这些事儿啊，你都不用操心。啊。嘉欣，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去干什么事儿，但是我知道你要做的事儿比我们的家更重要。爸爸。萍萍，点点，爸爸走了之后，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妈，知道吗？好，爸爸，晚上早点下班，到幼儿园来接我。我也要爸爸接，胖爸爸接我哦。爸爸，你怎么了？哭鼻子了？好了，点点萍萍，别影响爸爸了，爸爸还有工作呢，好吗？乖，听话啊。这一年，许露西才30岁，而邓稼先这一走就是整整28年。这期间，他也偶尔回家，但都是短暂停留，来去匆匆。28年后，等他真正回到这个家，已经是生命的尽头。就在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中国上马原子弹导弹的关键时刻，美国把导弹部队开进了台湾，并大力在军事上武装蒋介石。自我提出反攻大陆的口号以来，这国际局势已进一步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在发展。最近，美国的导弹已经部署到台湾，他们还花费了2500万美元，帮我们完成了空军基地，以便携带核弹的B-52轰炸机起落。昨天，美国的国务院又重申，不会承认毛泽东的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现在的战略上来看，台湾已经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堡垒，就如同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有鉴于此，我们就绝不能再固守一岛一隅，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什么叫有所作为？那就是应该要主动出击。我们已经加强了对大陆沿海地区的飞机侦察和骚扰，
这不够，这远远的不够。空军总司令，有，明天就派出战斗机，空袭大陆沿海地区，要不惜一切与共军的空军一战。遵命。国防部有，立即下达命令，全台湾的军人停止休假，金门、马祖以及台湾海峡必须进入战时的戒备状态。是。我们的部队要大规模的向金门、马祖集结，等待时机。诸位，为了完成反攻大陆之大业，我决定和你们一起飞往金门，以助前方的将士们一臂之力。是。经国，我这样兴师动众，用意何在啊？父亲的这一招高明啊，是借美国导弹的威势，制造紧张气氛，激化美国与中共的矛盾，促使美国卷入中国的内战。为父的良苦用心，你已经能够体会了。至1958年8月中旬，集结于金门、马祖的蒋介石军队总兵力已达11万余人，占蒋军地面部队总数的一半。为了完成蒋介石亲自训话，鼓动将士与阵地共存亡，并下令金门、马祖炮兵部队炮击福建沿海地区，蓄意挑起事端，试图把美国拖入战争，为他的反攻大陆创造条件。台湾海峡的局势又一次风云突变。蒋介石有美国人撑腰，这次气焰很嚣张。8月14日，派出飞机袭击我东南沿海，与我空军空战。20日，他要亲自视察金门，给部队打气，炮击福建沿海。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打他几炮，警告他们。主席定了调子了，立足再打一下。蒋介石也太不自量力了，反攻大陆的美梦，他能做成？自欺欺人吗？同志们，我们不要光看蒋介石做的表面文章。国际的局势很值得我们深思啊！这个时期，美国分离台湾的行动有所升级，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美国多次在国际会议和经济活动中制造2个中国的阴谋，企图保留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又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遭到我们的拒绝和反对。美国人的用心是要以此从地理和政治上隔离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企图通过话下而治，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进而实现其2个中国的阴谋。我们绝不能让美国佬的阴谋得逞。我们既要教训蒋介石，又要阻止美国人的阴谋，来个一石二鸟。台湾的那个蒋先生他不笨，他是想用挑起战争把美国拖进来，唯恐天下不乱。其实他是另有玄机呀。不打不相识嘛，好嘛，他要打我们奉陪。至于美国人，他们有核武器导弹，咄咄逼人呢。我说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越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好，鼓起拍板了，我们就来个
金门马祖大炮战。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我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大小金门等岛屿，2小时内向金门密集发射炮弹3万余枚，给金门的蒋军阵地以沉重打击。正在金门巡视的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受了轻伤，要不是被部下所救，差点葬身炮海。几天时间，蒋军伤亡人数超过数千人，金马海上运输线也被切断。共军的炮火太猛烈了！父亲，不好了！父亲，慌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共军炮轰金门，我军伤亡惨重，于大为受伤，防卫司令胡琏差点被炸死。好，父亲，这是共军进攻金门的前奏，下一步甚至要攻打台湾，您怎么还说好呢？我在金门马祖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就料想到共军会来这一手的。父亲的话，孩儿有些费解。我导的这出戏，不仅仅是为了挑战毛泽东，更主要的是给美国人看的。孩儿愿闻其详。杜勒斯几次来台湾，要求我从金门、马祖以及邻近大陆的岛屿撤军。这些情况你都是知道的。是啊，美国人打他自己的算盘，他们是担心这些岛屿的争端使美国卷入跟大陆的军事冲突。可你还不知道，他杜勒斯甚至用削减军援来要挟我，使我就范。静儿，我告诉你，牺牲台湾的利益，我不会答应的。但是想分裂我民族，我就更不能答应了。我这么做是万不得已。美国人用心非常的险恶，他们的目的就是想从政治上、地理上把台湾和大陆给分开，通过华夏而治，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从而达到他们实现2个中国的计划。如果我答应了他们，那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静儿，我是硬着头皮顶着不从金门马祖撤军，但一直找不到有力的理由来回绝他们，压力日重，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全明白了，所以父亲刚才会连说几个好字。好是好，就是不知道大海对面的毛泽东他是怎么想的。如果他真的从金门马祖发起进攻，那我的这出戏可就唱不下去了。主席，看您今天在海里游得真痛快啊！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句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主席的诗啊，就是有气概。我还记得主席写过一句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写诗嘛，免不了有些夸张浪漫，但世界上的事情，没点雄心壮志那也是不成的。主席，我看您今天这么高兴，是不是炮击金门打了大胜仗，把蒋介石美国人都打怕了吧？
那么下一步解放台湾？呵呵，向金门开炮也解放不了台湾。倒是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他就有了借口，可以抵抗美国要他从金门马祖撤军的压力了。主席，您的意思是我们向金门开炮是为了帮蒋介石啊？既给他厉害瞧瞧，又拉他一把。金门马祖这些岛屿是台湾在地域和政治上同大陆连接的最后纽带，一旦蒋介石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后撤，使台湾孤悬海外，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更为复杂和棘手了。主席，这太复杂了，我听不懂啊。我曾说过，蒋介石固然很坏，但外国人要他，我还不给他们呢。主席，此时连续不断的炮击和对海上运输线的封锁，使金门这座孤岛弹尽粮绝。金门防卫司令胡琏接二连三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只得亲自出马，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请求美军介入。美国一支由7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2个航空队组成的海上混合编队进入台湾海峡。这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军队在远东地区的最大一次集结。主席，美国人终于出动了，阵势很大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倒想趁此机会，看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究竟陷得有多深。主席以前说炮击金马是一石二鸟，一是教训一下蒋介石，二是不让台湾与大陆割裂开来。现在再加上这一条，那是一石三鸟啊。叶飞来电请示，美国军舰替国民党军队护航，往金门运送给养，问我们打不打？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我看主席这轻松的样子，已经有了妙计了吧？哈哈，肯定又是叶飞，这个急性子等不住了。喂，我是毛泽东。我是叶飞。我就知道是你啊。叶飞同志，情况怎么样啊？主席，美军舰队和蒋军舰队快到金马的廖罗湾口了，打不打？请主席指示。照打不误。是不是连美军的舰队也一块打？只打国民党军舰，不打美国军舰。是主席。主席的用意是要避免跟美军发生直接冲突，这个办法好，有利解决台湾问题啊。这样做，双方都要冒很大的风险。据我判断，美国人没有那么傻，他们更不愿意冒这个险。9月7日，美军的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耀武扬威地替国民党舰队护航。中午时分，在毛泽东的亲自命令下，我军向蒋舰猛烈炮击，护航的美舰立刻来了180度的大转弯，逃之夭夭。我军1艘军舰沉没，1艘受伤，其余的都已经撤回来。美国人一炮未发，他们跑得比谁都快。我军的将士都大骂美国佬不是东西，第7舰队简直就是混蛋，无耻！美国人这样不讲信用，出卖朋友，简直是无耻！父亲息怒，父亲息怒。现在的局势对我们，第二，被朋友出卖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现在，我们只能把受伤的自尊嚼碎，活着写，
肚里吞。我明白，这就是父亲常常教导我们的：打碎牙齿，活血吞。好了，金儿，你先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是，父亲。来，美国的对台政策让我们摸到底牌喽。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有限制的，是防御性的，是给蒋介石带上龙头的一个条约。来，美国的对台政策让我们摸到底牌喽。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有限制的，是防御性的，是给蒋介石带上龙头的一个条约。二，美国不愿意冒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第三嘛，美国想从金马脱身，还是搞两个中国那一套。万变不离这3条啊。不过这次美国人的面子下不来喽，必定要记起核武器的法宝。不出所料，美国又挥舞起了核武器的大棒。艾森豪威尔命令美军在必要时使用原子弹，并做出了对我厦门周围6至8个军用机场实施核攻击，向大陆沿岸地区的5个机场先各投1枚当量为7000至1万吨的小型原子弹，看看中国的反应，再进行下一步动作的核打击计划。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向艾森豪威尔建议，授权第7舰队司令认为必要时可下令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毛泽东不吃美国人的那一套，你有你的原子弹，吓不倒我，我大炮照轰。对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居然冒得满城风雨啊，硝烟弥漫。看来人们是怕战争的。主席，那您说美国人真会扔原子弹吗？美国那一套只能征服那些时刻准备向他们的原子弹、氢弹屈膝投降的机会主义者，吓不到中国人民。你瞧啊，坐过来。已领教过美国多次核讹诈的毛泽东，对美国的这一次核讹诈也是一笑置之。软下来的是艾森豪威尔，他还是怕动用核武器的后果，并要蒋介石撤出金门、马祖，退居台湾，搞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毛泽东和中央意识到蒋介石放弃金马将会削弱与大陆的紧密联系，使台独势力趁机扩张，做出了暂不收复金门、马祖的决策。邢元老，我今天请你来，是想谈一谈台湾问题啊。还请主席赐教啊。我告诉你一个决定，我们不光暂时不去收复金门、马祖，还准备联蒋抗美啊。联蒋抗美？主席啊，此话怎讲啊？现在蒋介石被美国逼得很紧了，我想请多年来一直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操劳的邢元老出面，写信给蒋先生，劝他顶住美国的压力，绝不能从金门、马祖撤军。主席跟蒋先生打了半辈子的仗，现在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大义出发，再次联手，胸怀远大，气魄超群呐，佩服佩服啊！邢元老，我跟蒋先生有一点是始终一致的，那就是一个中国。好，主席，我现在就写。好啊，那就有劳邢元老了。
来来啊。使不得，使不得呀！还是我自己来。邢元老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你为祖国统一做这件事，我毛泽东感激不尽呐。邢元老，遥望南天，这个南天可否改为南云呢？对，遥望南云，这更有诗意了。主席不愧是诗人呐。我们从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里说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主席说得好啊，蒋先生要把这枝连到外国去，那他可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了。也许是接到了张世钊老先生的信，愿意与北京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蒋介石公开表示，台湾将决心固守金门、马祖，不容为了考虑蒙部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下，至10月25日，历时64天的金门炮战终于告一段落。剑拔弩张的台湾危机也终于得到了缓解。三强，我们的原子弹工程启动了吗？报告主席，已经准备好了，人员方面正在调动，安放原子弹模型的大厅马上也要建造了。只要苏联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模型一到，就可以开展实质性的工作。可是苏联方面表现得不是那么爽快，他们已经一拖再拖了。对于我们的这位苏联老大哥，我们不能盲目的信任和信赖，我们要做好自己干起来的准备。听说聂老总在这方面已经定了基本方案。是的，主席啊，那是5院建院的时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方针：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你这个方针很好啊。学生同志，你再讲讲5院的情况吧。我们的情况跟三强同志所说的差不多。如果苏联能够遵守和我们的协议，把他们所提供的导弹模型早日送来的话，我争取在3、5年之内有大的动作，争取把第1枚导弹打上去。现在关键是货舰的燃料问题，苏联答应给，但是迟迟没有运来。根据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我们准备先搞出导弹的模型和图纸，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搞火箭、导弹，要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当然，这最重要的是全国大力的协助。你谈得很好啊，我们要办大事，还是要倾一国之力啊！全国大协作，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是，主席。聂老总啊，这件事你来抓。是，主席。我们搞尖端科技，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辽沈、平津、淮海3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薛森同志啊，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应用罢了，只不过当时啊没这个名词儿罢了。主席才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啊。我不过是
不自觉地在战场上运用了你的工程控制论。创始人当然还是他了，我岂能贪为己有啊？主席谦虚了。有一句话我是一再说过的，我们搞导弹、原子弹，有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搞好。现在有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对我们的援助不像以前协定里签的那么好。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啊。主席以前常说要打倒贾贵思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贾贵，就是那出京戏法门寺里的那个土奴才吗？学生同志对京戏也很熟悉啊。这个贾贵啊，当奴才当惯了，人家要他做，他说我站惯了。你看，活脱脱一副奴才相。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太久了，总免不了留一点尾巴。割掉这个尾巴，打倒贾贵作风。主席说的太好了，我们搞科学技术的有许多同志，也有崇洋媚外的思想。就比如说这个苏联专家吧，什么都是他们对，无条件听人家的。我们既要尊重苏联专家，又要破除迷信。这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本来啊，这方面我们要强调，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民族自尊心啊。邓稼先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著名高校中挑选优秀毕业生。经过几天的奔波，他挑中了28名应届毕业生，组成了我国原子弹研制最初的一支年轻队伍。这28个人后来被称为邓稼先的28新秀，成为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中坚力量。北京北郊的这块野地，原先种满了高粱，现在要在这里树立起一座原子弹教学模型大厅。邓稼先带着他亲手挑选的28名应届毕业生，与施工队一起日夜奋战在这里。谢谢啊！你好，大博士，我是李觉。李将军你好。以后啊，别叫我李将军了，我已经脱了军装，就叫我老李吧。来，我帮你一块扛。这怎么行呢，李将军？这怎么不行呢？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大博士，我就叫你老李。好，以后我们就是一对劳动搭子。来，我帮你走。哎，这是邓稼先和李觉的第一次见面，他们成了工地上的一对劳动搭档。不久以后，李觉局长主动当起了邓稼先的学生。老邓，我们这些人来了有好些天了。我是学力学的，你说我们天天在这儿，不会就在工地盖房子了吧？对呀，老邓，我是学化学的，毕业的时候当初受分配到机密单位，到底是搞啥机密啊？好，那我现在就给你们分配任务。什么任务啊？这是戴维斯的中子输运原理，这是佐尔多维奇的暴振原理，这是克朗特的超音束流与冲击波。哎，你看，哎，这些书好像都跟原子弹有关系。哎，是啊。哎，莫非我们是？别多问，管好自己。哦。我们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学好这3本书，掌握原子世界的基本知识。我给大家当教员怎么样啊？好啊，好，我们可都是原子盲，大家快来啊！老邓给我们扫盲喽！快来，快过来！哎，大家都坐好。来坐，你好，坐，来坐这儿。哎好。
我现在啊，就从原子世界的 ABC 开始讲起。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老宋啊，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憋在肚子里，不知该不该说。跟我还打埋伏啊？说嘛。你是大哥，说了不怕笑话。老宋啊，我不懂核科学，不懂原子弹，怎么领导那些科学家制造原子弹呢？怎么，李觉同志有为难情绪了？我是这么想的，我是9局局长，如果以后要我拿主意的时候，我拿不出主意；要我做决定的时候，我做不了决定。以己之昏昏，怎能使人昭昭？长此以往，怎么能搞好工作？是啊，科学是个老老实实的东西，原子科学更是这样，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欺骗，否则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李觉同志，我是这样认为的，不懂我们就学。过去啊，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要从科研中学习科研，从零开始，从头开始。老宋啊，你说得好，有时候我也拿反正自己是军人出身，搞原子弹是外行来安慰自己，但这心里呀，总不是滋味啊。李觉同志啊，我们再也不能老是以外行自居，以外行为荣啊，必须下功夫学习呀，要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的学，扎扎实实的学，钻进去。虽然成不了核工业的专家，但要做一个懂核工业的明白人，绝不能做一个糊涂的当家人。老宋啊，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哎，你这上哪去啊？啊，我去找邓稼先同志当好小学生。1911年，原子核物理学家卢瑟福创立了原子核物理模型。1932年，查德威克又发现了中子。1939年，德国的哈恩发现了核裂变。之后不久，匈牙利科学家利奥希拉德又最先确认，如果用快速中子轰击铀靶，在一定情况下会发生原子大爆炸。其威力是不可想象的。希拉德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看出，如果希特勒掌握了这种武器，他就会称霸全世界。于是，他就联络了爱因斯坦，希望这位著名的科学家能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情况。老李啊，大家坐，继续讲，坐，继续讲，坐。罗斯福在收到爱因斯坦这封信后的2年零4个月之后，下达了研制原子弹的密令。于是，美国的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曼哈顿主持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这个工程啊，又被称作曼哈顿工程。之后，苏联的库尔恰托夫也领导了苏联的原子弹工程。这些啊，都是原子世界的先驱。你刚才讲的太好了，我真是受益匪浅。老李啊，你就别再吹捧了。刚才啊，我只是讲些基本知识，之后啊，就要讲这几本书的内容了。小邓，这些都是法文吧？我懂一些英文，法文一点不懂。这几本书里讲的是不是制造原子弹的原理？我的大局长，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书，每个国家都是绝对保密的。照这么说，连你也不知道。是啊，我学的虽然是核物理，还留过几年洋，拿了什么博士头衔，可是欧美各国根本不让我们这样的留学生接触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对原子弹的了解几乎是零。
要是这样，就太难了。再难也只能慢慢摸索。这几本书都是跟原子弹有关的，是钱部长从法国带回来的，借给我看的。我真是受益匪浅呐。关于核物理和原子弹，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所以我从原子世界的 ABC 开始讲起，给他们开了个扫盲班。好啊，小邓，我就上你这个扫盲班，从 ABC 开始学，你就收我这个学生吧。哎呀，我的大局长，你是局长又是将军，我哪敢收你这样的学生啊？小邓同志，我不就是虚长你几岁吗？做个大哥总是够格的吧？你就收我这个学生吧，好吗？那好，恭敬不如从命。不过话说回来啊，多学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对你做领导还是有好处的。哎，你这小子将我的军啊！那个，这书有没有汉文版的？就是再浅一点的，真正从 ABC 开始。是啊，这几本书对你来说是难了一点。也好，我帮你找几本简单的。好啊，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啊！工作上我当你的领导，学习上你就是我的老师。我就不相信我学不会这玩意儿。关于核工业的知识，不但你这位局长，连这些大学生都要从头学习。我们整个国家都要从头学起，从零开始。小邓同志，你这个办法非常好，咱们现在就在9局推广，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可以系统的学，也可以举行专题讲座。专业人员要学，党政干部也要学。那我走了啊！我送你吧，休息吧。蒋先啊，原子弹模型大厅提前完工了。苏联方面来了电报，说他们援助我们的那颗原子弹模型已经起运，明天就可到达北京。哎呀，那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就进入实质性阶段了。看把你乐的！蒋先啊，部里决定派你带几个人去车站迎接，一定要安全的把原子弹模型运回来。部长，放心吧。他们怎么还没来？老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等了几天几夜了，连个模型的影子都没看见。别着急嘛，会来的，一定会来的，啊！老大哥答应的原子弹模型始终没来，邓稼先他们最后等来的是几个苏联专家。这几个苏联专家查看了新建成的原子弹模型大厅，留下了一句话，说大厅太低，不合标准。于是钱三强又指派邓稼先带着他的年轻人们与施工队一道，将大厅的顶棚揭开，重新加高。在这段异常紧张的日子里，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宋任穷上将、李觉少将，还有钱三强副部长等，都在下班之后驱车前往北郊工地参加劳动。同志们，加油啊！呵呵，天气有点热，哎，注意安全的啊！来，走。现在是休息时间，我们欢迎钱部长再给我们讲个关于原子弹的故事，怎么样啊？好。哎呀，三强同志啊，聂总，来给大家讲讲，我也想听听啊。聂总，宋部长，聂总，你好，你好，来，坐。好，坐。那我就讲讲奥本海默和泰勒的故事吧。他们一个是原子弹之父，一个是氢弹之父。据说奥本海默极其聪明，智力过人，他主持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当时
有5000多人在他手下为这个工程工作。5000多，这么多啊！是啊，美国是花了大本钱的。当奥本海默造出了3颗原子弹，纳粹德国已经垮台了，美国就把2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奥本海默是有良知的科学家，当他得知他研制的原子弹夺去了20多万人的生命，他心里非常内疚。有一次，杜鲁门跟他握手，他痛苦地说：“总统先生，我的手上有血。”由于奥本海默对原子弹的反感，美国的氢弹研制就由泰勒来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泰勒的氢弹理论设计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泰勒性格反复无常，美国当局觉得他不好控制，就把他调离了曼哈顿的实验室。1952年11月1日，美国的第1颗氢弹爆炸成功。泰勒在电视里看到新闻，给他在曼哈顿的同僚发去了一份开玩笑的电报，说：“你们知道电报上怎么说吗？”“怎么说？怎么说？”他说：“是一个男孩。”从此啊，美国的第1颗氢弹代号就叫男孩。好啊。三强同志啊，你这一课讲得太好了，大家都受益匪浅呐！啊，好。这段时间啊，聂总经常来光临我们的工地，啊，有聂总的照顾，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干，再艰苦，我们也要造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好啊，好，加油啊，加油！在钱学森的领导下，5院开始对苏制 P2 导弹进行仿制，即东风1号。5院正式将该导弹的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意思是1959年10月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试飞。此时，2年前就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兼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主任等职，全面负责科学技术工作，特别是原子弹、导弹的研制。我们的导弹研制啊，才刚刚起步。我还是强调那句话，要通过仿制苏联的导弹啊，学会爬楼梯，要一步一步来，不要想着一步登天。聂总的指示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了。一开始，部分同志觉得苏联给我们的导弹已经过时了，技术上太落后，希望我们能够自行研制，赶超苏联的水平。现在我们经过分析，决定还是先回到仿制上，先把基础打好。说得对呀，不能希望一口气就吃成个胖子了。主席前段时间针对原子弹的研制情况，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我们练正楷。练正楷，这话说得太好了，就是练基本功，先把基础打好。是啊，主席目光远大呀。不过呢，我们的仿制也不是全盘照搬，要通过这个过程，要形成自己独立的东西，写好正楷，然后再写行书、草书，写出自己的风格来。对，聂总，这些我回去把它整理好，落实到1059的工程中去。好，聂总，您留步吧。啊，我先回去了。哎，学森同志，这是配给你的新车吗？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专门给我配一辆车啊。来，今天啊，用我的车送你回去。这可不行，聂总，我怎么能用您的车呢？不要跟我争了，今天的情况特殊，下不为例啊。聂总，来，请上车吧。哎呀，好，那再见，聂总。小王，把学森同志安全的送回家，路上小心呐！啊，放心，聂总。怎么回事啊，聂总？你还问我正要问你呢。聂总是指学森同志的这辆车子？是呀，怎么回事啊？这，聂总上次专门交代，说是学森同志为了工作需要，让我给他搞辆车子。我特地从总后要了这辆美国进口的漂亮的小车。你真是自作主张啊，还漂亮？是漂亮吗？大红的，多好看啊！范吉生同志啊，你真是糊涂了。总理一再强调，学森同志是科学家的代表，要我们好好待他。
这含义就是要保护钱学森的安全。你看看你弄的什么车，大红色的，太显眼，太引人注目了，你懂不懂啊？这，聂总，你还真细心啊！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好了，马上把这辆车给我换了。是，我这就去办。真是乱弹琴嘛！钱院长啊，请。范秘书，你怎么来了？给你换了辆车，聂总交代的，让我来接你。好，请。聂总考虑到您的安全，特意让我给你换了辆不起眼的车。这车比原来的旧一些，请院长多多谅解。聂总考虑问题真是太周到了。其实我对车子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坐公交车也一样。保护您的安全是我们的工作。聂总都已经批评我了。聂总真是无微不至啊，范秘书，让你受委屈了。我是开个玩笑，聂总批评的对，我呢改正的也算及时，聂总又表扬我了。一辆车子，聂总都亲自过问，这就是知遇之恩呢。中央领导，从主席到总理到聂总，他们一个个都是那样无微不至的关心你。这要是在美国，连做梦都不敢想。我不过是给国家做了该做的事，真是受之有愧。学森，我能明白你的心情。现在啊，我们只有更加努力，做出成绩来报效祖国。我是个多少有点书生意气的人，骨子里难免自负。但是从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以诚待人，什么叫做尊重和爱护。你别发感慨了，你不是说总理还要听你的汇报吗？那赶紧写吧，啊！我现在都恨不得像哪吒那样，长出3头6臂来呢。今天请你们2位来，是谈谈下阶段的工作。你们谁先谈啊？我先来吧。总理，今天主要来向您汇报1059，也就是东风1号的仿制工作，目前进展的还比较顺利，预定明年10月完成试飞，应该没有问题。薛森同志还组织了一批人马，翻译和消化苏联的图纸资料，派遣技术人员向苏联专家跟班学习，在此基础上组织反设计，这就是聂总讲的通过仿制、爬楼梯、大练兵向独立设计的方向发展。我们还跟科学院的各研究所开展合作，薛森同志让力学所的研究人员到5院任职，现在已经开始包括超远程雷达、弹上小型电子设备等项目的合作研究。总理，这是我们跟北京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合作建立小型风洞的情况，请总理过目。好，薛森同志，你再说说。王正同志讲得很好，很全面，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那好吧，薛森同志，你先回去，我和王正同志再谈一谈。好，那我先走了。薛森同志，注意身体，不能打疲劳针啊！啊，总理放心，我的身体很好，工作也很愉快。王正同志，我要向你提个意见。王正啊，你是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让薛森同志先讲嘛。
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否则你先讲了，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意见，也不好讲了。哎呀，总理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个，下一次一定注意，一定注意。我再强调一遍，业务上的事由学森同志说了算，你们都听他的。是，总理。我们对学森同志的器重和信任，要落实在各个方面、各个细节上。我再强调一遍，要在政治上关心他，生活上照顾他，安全上保护他。现在我再补充一句，业务上信任他，以后技术上充分发挥他的才华和能力。请总理放心，业务方面我们一定做好配合，一切由学森同志来主导。至于行政上的杂事，尽量减少他的麻烦。好啊，这就对了嘛。中央决定建立核武器研制基地，这地点的选择呀，要考虑到保护自然环境，避免周围的老百姓受到放射性物质的影响，所以必须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先期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考察，预选了60多个厂址，经过反复比较和筛选，缩小到10个。这些地点呢，基本上集中在西北。哎，老李啊，你对西北的情况比较熟悉，你看看选哪合适啊？就目前而言，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四川这几个点，我认为还是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比较合适。我倾向把基地建在那儿。好，你马上带一队人马去实地考察，确定了，马上写报告。是。小王，到金银滩还要多长时间啊？这车跑得快，争取傍晚吧。哦，我跟你们讲啊，这个车子可是现在国内最先进的越野吉普。1954年8月，达赖和班禅到北京出席第1届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达赖走的是康藏线，班禅走的是青藏线。当时这2条公路还没有全线贯通，中央就决定派出20辆从苏联刚刚进口的 GAZ-69型越野吉普车迎接着他们。老李啊，咱们现在这可是鸟枪换炮了。那当然了，我们现在的级别，这是佛爷的待遇，是副委员长、副主席的规格啊。那就是青海湖吧，有水就好啊。是啊。好地方，好地方啊！水草丰茂，人迹罕见，平均海拔3200米，高寒缺氧，无霜期很短，没有铁路和公路相通，在这样一个地方搞建设是很困难的。但作为核武器研制基地，它是首选。好，就这么定了。这一年，李觉44岁，前8年他在西藏度过，后8年他待在了他亲手选定的青海这个名叫金银滩的地方。这个会一点英语、喜欢写诗的少将，把他开启核武器事业的第一行诗写进了脚下这片土地。老李啊，好消息啊！青海金银滩基地的这个选址，中央书记处已经同意了，而且是小平同志亲自批的。太好了，什么时候开始建设？马上，立即兴建。那建设单位选好了吗？我们从西北工程局和兰州第9设备安装公司选调部分职工，
加上青海省支援的河南省支边青年数千人，组成104建筑公司和103安装公司4处，承担基地建设的任务。为保密起见，基地代号为221。221，哎，好啊，既保密又响亮。另外啊，为了跟当地密切配合，中央决定啊，你担任青海省委常委。老李啊，你不是喜欢写诗吗？把你的诗写到这片大草原上去吧！啊，请宋部长放心，我一定会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诗篇。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像中国的大地，维护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最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我们这一天傍晚，李傕在基地割去牧草的旷野上支起了第1顶帐篷。这顶帐篷日后蔓延成了一座震惊世界的原子城。核武器研制基地进入选址和建设的同时，核武器试验基地的选址也在同步进行。根据苏联专家的考察建议，我们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准备放在甘肃的敦煌地区。这个地点还需要最后核实，报请中央批准。陈根同志啊，今天找你来，希望你推荐一位核武器试验基地的负责人，选将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行啊，我正好有个人选。哦，谁呀？张运玉。陈根同志啊，今天找你来，希望你推荐一位核武器试验基地的负责人，选将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行啊，我正好有个人选。哦，谁呀？张运玉。这个同志我认识，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著名的15军参谋长嘛。陈根同志，当时你是第3兵团司令，你应该对张运玉的工作能力了如指掌吧？没错，张运玉同志精干细致，工于谋划，担任核基地司令员那是最合适的。好，彭老总，那就这么定了，马上调张运玉，请他到甘肃敦煌实地考察。哎呦，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了不得呀！都说敦煌是艺术宝库，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哎，你看他们好像是活的啊，感觉像是活了上千年了。张司令，走吧，咱们还要赶路呢。哦，好。哎，常勇同志，试验基地离这儿有多远？啊，不远，报新离这里直线距离只有120公里。120公里？是啊，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根据苏联专家的方案，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离敦煌10公里，指挥区80公里。这就是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报新。你说的离敦煌120公里，报新点？是的。为什么这么近？
苏联专家是根据试验场试爆2万吨 TNT 当量的原子弹设计的。2万吨 TNT 当量，太小了吧？苏联专家方案里是这么写的。我就不明白了。哎，美国人已经在比基尼岛上试验出了150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试验场为什么只能试验2万吨以内的呢？这个，张司令，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当时勘察的时候，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这离敦煌太近了。走，找他去。安德烈耶夫同志，安德烈耶夫，我们认为你的选址不合适。为什么？2万吨 TNT 当量的原子弹试验太小了。不，足够了。我们苏联已经有上千万吨级的氢弹，中国不需要做那么大。赫鲁晓夫同志说，一旦核战争爆发，我们苏联可以保护你们中国。荒唐！一个拥有上千万吨级氢弹核大国的建厂专家，怎么会在选择新型核试验场的时候，把他的试验当量目标定在2万吨级以内呢？2万吨、1000万吨，他们2个在同一架天平的2端是永远不会平衡的。这个选址没有问题，中国同志不要好高骛远，搞原子弹是很漫长的。安德烈耶夫同志，2万吨，还支撑不了一个6万万的民族啊！敦煌，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绝不干这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呀！张司令，啊，写什么呢？给中央写报告。啊，你还是决定要放弃这个试验基地吗？对，放弃。你看，这个地方严重缺水，无法满足生活和试验的需要。厂区大部分为飞沙区，无法建筑道路和其他基础工事，土质松软，在这儿进行大规模建设难度很大。是啊，如果建在这里，没有大的发展前景。最重要的是啊，对敦煌的影响太大了。你看，我们这一路走来看到的是什么？塞外谷地、雄关大漠，敦煌的千佛洞、鸣沙山，那儿还有汉代的长城。这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啊！工程一旦上马，必将遭受严重的破坏和影响。那我们成什么了？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啊！是啊，张司令，你的决定，我支持你。张运玉在报告中全面分析否定敦煌厂区的理由，并提出另选新址的建议。随后，他赶回北京，出席陈赓大将召集的办公会议。哈哈，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喽，连苏联专家的方案你也敢否定？老首长，我敢用脑袋担保，那个地方的确不合适。你的脑袋有几斤重啊？能抵上我一个核试验基地？老首长，跟你开个玩笑，没吓住你吧？啊，你小子有种啊！真理呀，在你那边。你说那里不合适，你给我选一个。是。哦，看你早有新目标啦。报告首长，新疆，罗布泊。
1958年年底，张运玉和考察大队队长张志善带领人马奔赴新疆罗布泊，在戈壁滩上寻找新的核试验场区。哟，火焰山，这就是孙悟空向铁扇公主借扇子过的火焰山。看来我们得学学孙猴子了。今天还好在寒冬腊月里，要是夏天，咱们这几个早就烤焦了。上午飞禽，下午走兽，极目望去，唯以死人的枯骨为标志耳。张司令，你背的啥诗啊？不是诗，是古代一个僧侣行至此地留下的悲叹呐。哦，走吧，继续前进。好。真不愧是死亡之海啊！哎，张司令，这种地方能建核武器试验基地吗？水，只要有水。张司令，沙石棒来了！同志们，迎面，快！同志们，坚持啊！沙尘暴一会儿就过去了，坚持啊！跟上！应该不远了吧？就在那边。走。跟上！来，起来！啊！你水，水啊，有水啊，有水啊，水了，有水了，水啊，水啊，水，终于找到了！哎呀，有水啊，水啊，快，来，终于找到水了！水，快！这条生命之河就是流经罗布泊的孔雀河，有了它，罗布泊这个死亡之海，在张运玉的眼里，变成了核武器试验的风水宝地。
这个地方可以盖个营区，将来还可以盖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是啊，是不错。这湖边还有这种小花呢。哦，这叫马兰花。马兰花，这名字好听啊。哎，老张啊，咱们这个地方还没起名字吧？我看就叫马兰怎么样？好，太好了，马兰这个名字响亮。好，那就叫它马兰。几年后，这个名叫马兰的地方建起了许多房子。再过了几年，马兰成为中国核武器试验基地的代名词，马兰基地从此载入史册。他们是拓荒者，也是这片戈壁滩的命名者。靠近泉水的地方甘草丰美，村子就叫甘草泉；孔雀河流过的地方响起孔雀开屏，就叫开屏村。女同志集中住在一起，这地方就叫木兰村。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选址由张运玉画下了一个句号。位于戈壁深处的这根木桩，就是中国未来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爆心。这个爆心的下风方向距离敦煌420多公里，期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未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张运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他心目中的风水宝地做了这样的描述。从此，他的事业和生命就像这根木桩，牢牢地钉在了罗布泊的土地上。同一时期，在甘肃的额济纳旗地区，由工程兵司令陈士举率领的工程兵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导弹试验基地建设。工程进展得很顺利，我们争取在3年内建成这个基地。你们中国人总想一步登天，大脑太热了。为什么？据我所知，这个计划是很慎重的，做了许多次计算和论证，而且贵国的专家不是也参与了这个计划吗？我是说，工程所需要的时间太简单了，你们想的太不切实际了。看看就这样的条件，3年时间不可想象啊！那依你看，这项工程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15年，在苏联，在西方，没有15年是完成不了这样浩大的工程。哦，你是说要15年？3年可能有些紧张了。不过15年那可就太长了，我国的导弹要等到15年后再出来，这怎么行呢？将军同志，我是搞工程技术的，我只相信科学，而不光是热情。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力量很弱，你看你们就是用这样的原始的方式搞这么尖端的工程，谈何容易啊！苏联专家说要干15年，这真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啊！哼，15年，15年我的头发都白了，那还了得？我们呢，不能听他的，自己干。我就不信咱们3年干不成。条件确实很差，但有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决定了胜败。我们要把战士们的干劲儿鼓起来，以厂为家，以苦为荣，人间的奇迹一定能够创造出来。老孙呐，你这个志愿军20兵团的副司令，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指挥员，中央调你来，就是要你打硬仗的啊！老陈啊，你这个工程兵的司令员也一向是打硬仗的嘛。行吧，咱们3个硬骨头凑在一起，好好的跟天斗，跟地斗。明天进行战前动员，我们向中央军委立军令状，整个部队就是军令如山。好，同
同志们，我们现在战斗的这块地方，在历史上是个军事要地。汉朝有名的大将霍去病，曾经在这里打过仗。今天，我们国家最伟大的事业，就要在我们手里开创出来。我和孙司令代表同志们，向中央军委立下了军令状。我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把这项工程建设好。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以产为家，以产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埋在青山头。戈壁滩上的沙尘暴是无情的，营地上的所有帐篷都被风沙破坏，有的被吹走，有的被刮破，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喂，站人，到那边去看看。好，快，同志们，抓紧时间，加油干呐！同志们，老天爷撕毁了我们的帐篷，但是他撕毁不了我们建设国防的决心。为了使我们的国防，使我们的国家迅速强大起来，同志们，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扎根边境，建设国防。好，扎根边疆，建设国防。只要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决心，就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事情。同志们，有信心吗？有。我们就不放弃。我们可以挖地窝子，我们可以住地窝子，我们生活在地窝子里。挖地窝子，挖地窝子，挖地窝子。建设导弹试验基地的工程兵们住地窝子，像蚂蚁一样完成着工程浩大的壮举。他们建起了干打垒的房子，修起了公路，筑起了楼房，完成了导弹试验的所有设备，仅用了2年0.6个月，而不是苏联专家说的15年。这个试验场就是后来著名的东风基地，也就是今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基地建设紧锣密鼓，导弹的科研任务更加艰巨。由于五院初建，居住条件很差，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就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1958年的冬天特别冷，数九寒天里，聂荣臻亲自到五院视察，他一头钻进了科技人员住的帐篷。罗世军同志啊，聂总，任新民同志啊，聂总好，嘿嘿，同志们好，聂总好，聂总好。哎，你们在室内怎么还穿着大衣呀？哦，炉子没生火，怎么了？煤球供应不上，大家伙都省着用呢。哎呀，那怎么行啊？哎，你们先坐，来，同志们坐。坐。你们呐，晚上还要进行加班，不能把身体给搞垮了。尤其是这双手啊，你们都是科学家，你们都是靠这双手吃饭的。是啊，请聂总放心，我们会多穿点衣服，都戴上手套。对，是啊，聂总放心吧。被子有点薄啊。哎，你们晚上睡觉把大衣盖上了吗？都盖了。哦，哎，坐，同志们坐啊，坐。你们啊，都是从国外回来的，让你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这是我没有做好工作呀，委屈同志们了啊，委屈你们了，同志们。聂总今天来看我们，天再冷，我们心里也热乎乎的。是啊，聂总。聂总，条件再艰苦，我们这些科学家也能克服。对。
毛主席、党中央叫我来抓国防科研。我常常想啊，科学工作怎么抓？这个干部又怎么当呢？后来啊，我想明白了一点，就是老老实实的做好你们的勤务员。元帅来当勤务员，了不起啊！今天啊，我看了你们的住处，心里非常的内疚。我这个勤务员呐，没有当好；王震同志，勤务员也没有当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大多数是中央千方百计帮我们从国外请回来的，还有的是从兄弟研究机构忍痛割爱调回来的。可是，在这么个数九寒天，我们让你们这些宝贵的人才住在帐篷里，我很不满意。王震同志，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呀，如果冻坏了一个科学家，你得赔我啊！我的话说了算数的啊！范继生啊，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哦，聂总，5月的帐篷我都检查了，许多帐篷里没有小火炉，加上那些不管用的，要是全部解决的话，数量很大呀。当然要全部解决，一天都不能拖啊！是。哎，你怎么还不走啊？这火没有了，我给你加点火。放下，放下，放下！聂总，我说范继生啊，今年煤炭供应非常紧张，我在考虑啊，我们机关的煤炭应该减下来送到5院去啊！还有啊，北郊的核武器研究所工地那儿也要送。聂总，你年纪大了，心脏又不好，怎么能受凉啊？年纪大就能搞特殊化吗？快去吧。我有任务交给安东去办呢，啊！是。集合了，快，好，来，快！立正。稍息。我是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请大家按我的口令，第一排的同志把手伸出来。放下吧。第二排的同志，请把手伸出来。请放下吧。同志们，聂老总担心大家晚上加班没有暖气，怕把手冻坏了，命令我前来检查。刚才我已经看过了，确实有几位同志的手冻伤了。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这个问题我会向上汇报，请同志们放心，问题会很快解决的。这位少将，在这个寒冷的早晨，共亲自检查了200多双手。当天晚上，所有急需的小火炉和煤球全部送到5院的帐篷。差不多开了。你看，上次我跟你说过的。好，进来。哦，孙继谦同志啊！总理你好，我回来了。
总理，我很好，我看你倒是瘦了不少，是不是休息不好啊？嗨，不要紧，我就这副样子，胖也胖不了，瘦也瘦不了。来坐。无论如何，不要把身体搞垮了，要注意休息啊。谢谢总理。基地的进展怎么样啊？总的看来，情况比较顺利，施工的难度比较大，气候比较恶劣，施工的条件也比较差。不过战士们的士气都非常高涨，大家决定按照中央的指示，像打仗一样把任务完成好。困难大，这是预料之中的，所以中央才决定你孙继谦去嘛。中央每一次开会都要议论基地的事，毛主席非常关心你们呐。谢谢主席，我们现在正在开展以厂为家、以苦为荣的思想教育，号召大家扎根戈壁、艰苦奋斗，效果不错。好，很好啊，应该从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入手，否则是干不成事业的。你们提的那个口号“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那就很豪迈嘛，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精神呐。是总理，我跟战士们说了，将来我死了也埋在那儿。不愧是当年大渡河上的勇士啊！走，我带你去看主席。好。孙继先同志，我们当年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学到一点东西没有啊？主席一见面就要考你喽。报告主席，我学了一点。学了哪一点啊？搞工程建设，抓工程质量，还有后勤保障，就像打仗一样，要精心组织。不简单呐。你是航母出身，现在我们搞建设，形势有了些变化，但是搞尖端武器也是打仗啊。要取得这个战斗的胜利，就要多学习，把国外的技术学到手。是主席，我们正通过办教导队和向苏联专家跟班作业的方式，争取多掌握些知识。科学技术发展了，我们的国家就强大了。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要多学习。我也在学习，不学习就要落伍啊。我明白，主席。孙继先同志啊，你们那边苏联专家的情况怎么样？要多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远离国内亲人也不容易啊。我们对苏联专家尽了最大的努力，每天用飞机给他们从北京、广州等地空运新鲜的副食品，每个星期还带他们到北京旅游，平时在基地也经常给他们办一些舞会。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啊？这些专家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工作态度比较好，只是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跟他们有些争论。争论什么呀？比方说，苏联专家说我们的导弹试验基地至少15年，我们说3年。你看，我们靠拐杖走路有多难呢？老大哥靠不住啊，孙继天同志，你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把这件事做好。是，孙继先同志，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总理通气。还有啊，基地官兵的思想工作一定要搞好，要多鼓励，气可鼓，不可泄啊。是主席。我们基地成立了文工团，经常下到基层去演出。这些天啊，文工团正好在北京，主席是不是接见一下，给他们鼓鼓劲儿？好啊，你这个孙继先敢跟主席提要求，好吧，我替主席答应了。明晚中南海有舞会，把你的文工团带来见见主席。是。主席，您的个儿真高啊！高有高的难处，低有低的好处嘛。个子小啊，其实有很多好处啊。有什么好处啊？一点儿也没有。小鬼啊，你这话说的绝对了。个子小的好处，第一，做衣服省布料；第二，适于生存。你看，要是天塌下来了，个子高的人就会给你顶着，你不是很安全吗？啊！主席，您真幽默。
小同志啊，你们部队是干什么的呀？我不能说，对谁都不能说。好啊，对我还保密啊。对不起，主席，这是组织上规定的。哎，小周同志，你怎么搞的？连毛主席都不相信了？孙继先同志，你可不要乱批评啊！我看他做的对嘛。还不是你们这些当领导的不让他对外讲吗？你们做的工作就是要严格保密。是，主席说的对。你们以后啊，到部队去，要好好演出。那些地方是很艰苦的，跟大家一起战胜困难。主席给我们鼓劲儿了，谢谢主席啊！岳振华同志啊，我这次到你这儿来，就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怎么样？想不想挪动，去当个营长？怎么样？当营长？我知道，你是赫赫有名的炮兵团长。怎么，让你去当个营长，委屈你了？司令员，该不会是特种部队吧？你这小子脑袋瓜子蛮灵光嘛，还真让你猜中了。什么部队啊？导弹，感兴趣吗？导弹部队啊，太好了，司令员，我去。是这样，中央决定在近期要尽快组建一支导弹部队。考虑到这是一支特种部队，所以一律是按营的建制，所有干部的安排都按高职低配的原则配备。所以这样一来啊，你这个英雄团长可就要委屈去当个营长喽。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有你的。同志们，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今天正式成立了。这说明我们的防空力量正在逐步得到加强。在中低空有高射炮兵，有歼击航空兵；在高空有你们地空导弹兵。光荣啊，同志们！党和人民把这样高尖端的武器交给了你们，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呐！责任很重大。所以啊，我希望你们尽快的掌握技术，苦练本领，早日实现保卫祖国安全的光荣使命。父亲，根据我们秘密获取的情报，中共很有可能已经获得了苏联的地空导弹，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共军可能已经在组建导弹部队了。世界上有用导弹打下过高空侦察机的先例吗？目前还没有。这样说来，中共的导弹部队要到实战还需要一段时间呢。父亲，这段时间我们要加强对大陆的侦察，投放传单，加大政治攻势。我们利用这些高科技对大陆进行政治攻势，他毛泽东奈何不了我们的。毛泽东虽然号称不怕核武器，但他还是想拥有核武器。就这点来说，他对尖端武器还是很热衷的。这个话要尽快去告诉美国人，千万不能低估了他毛泽东的能力呀。另外，还有针对中共拥有导弹部队这个情况，你也要向美国人施加一些压力，让他们用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来装备我们的黑蝙蝠中队。父亲，我已经在和美国进行这方面的商谈，让他们把RB-57A 高空侦察机的改进型 RB-57D 交付给我们。只要我们有了这种新机型，共军就是再有导弹，也奈何不了我们。好，金儿，抓紧去办，辛苦了。父亲，您就放心吧。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特朗。真是太高兴。当年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跟斯特朗说的。还是那么健康，看上去无忧无虑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非圣人，怎么会无忧无虑啊？主席说的是美国又要扬言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事情吧？对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我也深为担忧。那是美国政府里个别好战分子的叫嚷。你们是美国客人，我就很欢迎啊！来来来，坐。好，跟美国客人，我们好好聊聊。自从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谈话，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吧？我是1947年跟主席在延安分别的，已经有12年了。啊，是12年了。哎，如果知道我们这么久才能见面，当初就不会让你离开延安了。主席，我听说你们后来离开延安后，一度非常危险啊。是啊，非常危险，但是也其乐无穷啊。如果你当时跟我们走，你就会有一些很不一般的经历啊。我很遗憾，这确实是个损失。只有在经过相当多的战斗之后，我们才会明白战争的3大原则：人必须吃，2人必须走，3子弹杀人呐。主席多风趣啊！这是朋友之间的谈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啊！主席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我很感激啊。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成了中国人嘛。你是女主人，他是新朋友。主席，今天你是让我以主人的身份来陪同客人呢。多贝伊斯先生，你有什么要请教主席的，尽管说吧。主席当年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轰动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对核武器的看法。但遗憾的是，美国政府至今仍然不想放弃挥舞核武器的这根大棒。啊，那是美国政府的扩张政策决定的吧？好嘛，我们把杜勒斯当成老师，因为这位美国国务卿把局势弄得是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全世界的人民嘛。